在国际局势越来越混乱危险的今天，很多国家都开始了扩军，我国也针对自身军事力量进行了调整。2023年4月，我国的征兵工作条例进行了一次修订，并从同年5月1日开始实施。关注我们，支持我们，祖国万岁！征兵和扩军。在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中，退役军人成为了重点征召对象。在第9章的战时征召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第64条明确指出，战时能重点征召退役军人，并将其补充进入原部队或类似岗位。这一点是考虑到了退役军人可以快速形成战斗力。各国义务兵役制存在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战时有大量有军事基础的预备役可供征召。毕竟完全没有军事基础的普通人要是突然被征召，就算进行非常应急的军事训练，也需要至少1到3个月时间。而战争中的几个月，在现代化战争中可能早就打完了。如果征召的新兵连军事训练都不做，直接发把枪就送上战场，这样的部队在战场上除了当炮灰拖延战争进程外将毫无用处。因此已经服过至少2年兵役的退役士兵，将是战时扩展部队的主力。至少这些已经服过役并进行过一定军事训练的军人知道战术动作，知道敌人的炮弹打过来要躲。事实上，这样的兵役制度调整目前在全球都不算罕见。从俄乌冲突开打之后，很多国家都做出了比中国更极端的事情，那就是他们都开始了扩军。其中以俄罗斯的扩军程度最为抢眼。俄乌冲突过程中，俄罗斯就打算将军队规模扩大到150万人。相较于俄乌冲突前俄罗斯约115万的兵力，这次扩军的规模不可谓不大。除了俄罗斯之外，以日本、德国为首的2战战败国也是在进行扩军，其中日本的扩军一直没停下来过。俄乌冲突对于日本扩军也只是一个导火索。至于德国，在冷战结束后是不怎么想扩军的，但现在也增加了国防预算，未来会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。至于中国，在不扩军的情况下已经有较强的武装力量。在预备役上，以中国的人口基数，我国至少有上千万受过一定训练且适龄的预备役人员，上千万的部队已经够打一场世界大战，所以中国对于扩军兴趣不大。而这次修订征兵工作条例也只是为了提高战时的扩军效率。以中国的后备役数量，只要征召后备役的效率提高一点，那就是相当庞大的一支军事力量。中国对战争的准备。不过中国这次调整征兵工作条例也说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中国的确是有对未来可能的军事斗争做准备。以前中国官方在描述现有国际变化中，总是会以100年未有之大变局解释。2022年的俄乌冲突打响，大家才真真正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变局，并且在俄乌冲突爆发后，国际上爆发新一轮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大。毕竟现在美国以经济为首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而2战时期德国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，就是因为自己的经济问题，企图打死自己的债主。作为全球掌握着最强军事力量的国家，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很可能转变成军事问题。尤其是美国在俄乌冲突中，趁着欧洲资产流失的机会大肆在欧洲身上吸血，且美国吸了血后依旧没有解决自己的经济危机时，更是让各国非常恐惧。美国可是一个并不吝啬于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，当他有使用军事力量的动机时，他多半会挑起战争。而中国在面对美国可能挑起的战争时，尤其需要注意，因为如果假设美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挑起战争，那么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，毫无疑问将是美国的主要目标。目前美国所欠下的债务是大约31万亿美元，这么大的窟窿只有从中国身上吸血才能解决。但很显然，中国是不会愿意让美国吸血的，所以美国最可能用军事手段的目标极有可能是中国。再加上我国台湾问题也算是一个爆发点，这就使得中国面临的处境更加危险。东南亚可能爆发战争。在2023年时，菲律宾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，并表示未来可以提供更多的军事基地。中国则是提出了东南亚无核武议定书，希望争取到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在自己国内部署核武器的承诺，并且中国率先签订了这份协议书。言外之意就是只要东南亚国家承诺不让美国在他们那部署核武器，
中国也不会在东南亚部署核武器。中非这两国的行为可以说是在进行战前的一系列准备。很明显，中国认为战争可能在东南亚打响，并且在试图将战争规模限制在一定程度，至少要保证不要打核大战。然而料敌从宽，中美作为如今世界上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，他们打起来很容易就会限制不住。如果战争真发展到一定程度，中国就得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军，尤其是考虑到战争在东南亚全面打响的情况下，在东南亚这片广袤的土地和海洋上，中国光是派兵在上面驻守，都得用10多万甚至是几十万人。如果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，甚至是扩大到第2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程度，中国对武装力量的需求会更大。二战时期，美国曾一度扩军至1200万人，中国要扩军到如此规模，至少得动员目前绝大多数的预备役。所以优化征兵工作条例，提升我国在战时的动员效率，就显得尤为必要。